大家好，欢迎回到在野说。最近这几年，大家有没有觉得中国这艘大船像是被狂风巨浪拍得摇摇欲坠，随时可能翻船？外资企业一个接一个撤离，工厂关门，实验室变废墟，连曾经象征高科技救国的微软都毫不留情地甩手走人。前不久，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那座曾经风光无限的微软物联网与人工智能实验室，如今黑灯瞎火，空无一人，连块牌子都没留下。这地方曾经是中国科技梦的门面，现在却成了外资撤离的又一个墓碑。微软不仅关了实验室，去年还把中国所有授权门店一口气清零，甚至连员工用华为、小米手机都不许了。这信号还不够明显吗？人家是铁了心要跟中国脱钩断裂啊！这期内容咱们就来聊聊外资撤离的浪潮到底有多凶猛，中国经济这辆破车还能开多久？还有我们这些普通人又该怎么在这场风暴里苟延残喘？先说微软这事儿，简直是往中国脸上狠狠扇了一巴掌。张江高科技园区，上海的硅谷，多牛气的地方啊！2019年，微软在这建了亚太第一、全球第3的人工智能和物联网实验室，当时宣传的那叫一个响亮，说是要引领中国科技崛起。结果呢？2024年，这地方彻底凉了。南华早报3月31日报道，张江人工智能岛的工作人员说，实验室早在今年年初就关了。记者去一看，黑咕隆咚，连办公桌都没剩下一张。雷锋网还爆料，这实验室是微软和张江园区一起掏钱建的，可合同到期时，微软直接摆手，不玩了，不投了，走人。现在连官网上都找不到上海实验室的影子，人家全球6大实验室名单里压根没提中国。美国雷德蒙德、旧金山、密尔沃基，德国慕尼黑，日本神户，乌拉圭蒙德维迪亚，个个风生水起，就中国被一脚踢开。微软撤离还不止这一处。2020年，它在中国还有460家授权店和体验专区，到了2024年7月，官方商城显示只剩7家，缩水98%。官方回应还挺冠冕堂皇，说什么满足客户需求变化，整合渠道。这话谁信啊？分明是收拾包袱跑路的前奏。更别提今年5月，微软中国 AI 团队给700到800名员工发了邮件，问他们愿不愿意去美国、澳洲、爱尔兰上班。这不就是变相裁员吗？发言人还嘴硬，说是全球运作的一部分，可谁看不出，这是在悄悄撤退啊，低调的跟做贼似的。微软只是个缩影。看看数据吧，根据商务部统计，2024年外商直接投资 FDI 净流入暴跌到200亿美元，同比下滑近40%，创下历史新低。2025年第一季度更惨，净流出150亿美元。这意味着外资不光不来了，连留下的老本都在跑。日本松下把上海厂子关了，三星把最后一条线搬到越南，苹果的富士康在印度建厂，忙得热火朝天。外资撤离的速度快得像雪崩，一崩一大片。为啥外资跑得这么快？答案简单粗暴，脱钩断链，挡都挡不住。美国从川普第一任期开始就搞去中国化，拜登接着加码。2023年的芯片法案直接卡中国半导体脖子。欧盟这边也不闲着，2024年对华投资下降了35%，还推出去风险化政策，把中国定成系统性对手。日本、韩国跟着大哥混，连东南亚小弟们都开始躲着，生怕被中国的经济泥潭拖死。微软关实验室就是个警钟，高科技领域，中国已经被扫地出门。别看国内还喊科技自强，可现实呢？根据世界银行数据
2024年，中国高科技产品出口占比从2020年的28%跌到20%，半导体进口依赖度却还是80%以上。微软走了，英特尔、高通这些大佬也在缩减中国业务。2025年第一季度，美国对华技术出口同比下降45%，连基础软件授权都不批了。这意味着啥？中国企业连 Windows 更新、AI 算法升级都得看人脸色，人家随时能给你断粮。更惨的是，外资撤离还卷走了饭碗。商务部数据说，2024年外资企业在中国直接雇佣人数从2016年的2500万跌到1800万，少了700万岗位。这700万人里，有多少是高薪码农？有多少是流水线工人？他们现在干啥？送外卖还是睡大街？别忘了，2025年高校毕业生育季超1300万，青年失业率已经冲到18.5%，年轻人连007的机会都没了，只能卷着躺平。外资跑了，国内日子更没法过了。经济下行这几年，大家都感觉到了吧？街上店铺关的比开的还多，工厂招工启事贴满墙，却没人理，因为工资低的连饭都吃不起。国家统计局数据说，2024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才4.8万元，实际增长不到1.5%，可房价呢？北上广均价还死撑在每平米6万以上，普通人在一辈子前连个阳台都买不起。消费呢？社零总额增长从2020年的7%跌到2024年的2%，老百姓捂着钱包不敢喘气，企业更惨。2025年第一季度，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下降5%，中小企业倒闭率高达25%。为啥？外资撤了，订单飞了，市场缩水，只能拼价格战。价格战靠啥？压榨呗。员工工资不涨，加班成常态，供应商货款拖到下辈子。看看宁德时代，全球电池霸主，2024年利润率28%，吊打博士3倍，可今年照样裁员4000人，还搞896，早8点到晚9点，一周6天，员工累得像狗，老板赚得盆满钵满，利润全进了大佬口袋。再看看普通人。2024年中国劳动力市场报告显示，全国平均工作时长从2020年的46小时涨到54小时，可工资中位数却从每月4500元跌到4100元。996不够狠，896还不够猛，干脆007得了，反正劳动法就是个摆设。你弱你就活该被踩，这就是中国社会的生存铁律。为啥中国这么惨？说白了，制度害的。中国几十年就一个套路，世界工厂靠卖血汗换美元。改革开放初期，这照灵 GDP 蹭蹭涨，可现在呢？外需崩了，内需起不来。国家统计局数据说，2024年消费占 GDP 比重仅36%，远低于美国的70%和日本的58%。为啥？老百姓没钱呗。社科院报告说，中国基尼系数2024年高达 0.48， 收入差距全球顶尖，10%的人攥着75%的财富。谁是那10%？皇上和他的小团伙呗。早些年靠出口攒了点钱，本该转型了吧？提高工资，拉动消费，向发达国家靠拢。可惜钱被皇上花光了。2013到2023这10年，光“一带一路”就扔了1万亿美元，修高铁、造大桥、撒币海外。结果呢？2024年外汇储备跌到2.8万亿美元，债务占 GDP 比重冲到290%，钱没了，只能接着压榨老百姓。996不够就896，企业不卷就倒。分配制度更是笑话，上层吃肉，中层啃骨头，底层连汤都没得喝。
2024年中国财富报告显示，全国1%的高收入群体占了55%的金融资产，底层50%的人加起来才占2%，这不就是饥饿站台吗？皇上在顶层胡吃海塞，剩饭一层一层往下分，最底层的中国人只能饿死。外资走了，订单没了，工作丢了，中国经济这堆烂摊子还能撑多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2025年中国 GDP 增长可能跌破3.5%，40年来头一回。更别提人口危机。国家卫健委说，2024年新生儿仅850万，人口负增长加速，老龄化率逼近22%。谁来干活？谁来花钱？没人。有人说中国人能忍，吃土都能活。可这回不一样了，年轻人不干了，00后宁可摆烂也不进厂，80后背着房贷喘不过气，90后失业后刷短视频找活路。2024年中国社会心态调查显示，全国焦虑指数从2020年的48涨到70，抑郁倾向人群占比超35%，社会成了炸药包，一点就爆。我真想问问，中国人被逼到啥地步才会造反？都说00后硬气，可房贷车贷一压，谁敢硬？不过是80后把希望扔给年轻人罢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如果你觉得在野说的有点道理，麻烦点个赞，留个言，转个发，咱们下期再见。这世道大家都不容易，保重吧。